刀。拿刀做什么？你不会要这？没错，我要开刀放血。胡闹！这简直是儿戏！郡主殿下，若真让他治疗国公夫人，恐怕命丧他手啊！是啊。现在病毒已经沿着血液入侵身体，只能开刀放血切除腐肉。虽然有一定的风险，但会全力以赴，放心吧。住手！郡主殿下，我们不可让他胡闹啊！再不阻止，国公夫人恐将命丧他手了。郡主殿下，你两个给我闭嘴！能治治，不能治，出去！死了！国公夫人死了！国公夫人死了！闭嘴！母亲，母亲！国公夫人，来人，把这几个乱嚼舌根的给我拖出去打死！啊！冤枉！冤枉！冤枉！郡主，冤枉！冤枉！刘彻。你救了我母亲，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，哪怕你要这福地我也不会吝啬。甚至你要是要真想救你母亲，就必须得找到凶手，查明病毒来源，这还需要你配合好。我之前在郡主舅舅的尸体上发现过类似的粉末。果然温童子是人为的。嗯。这是郡主舅舅、郡主、加国公夫人，还有工人。今天的更物怎么好像比往常早了半刻？水。
站住！就是他，杀害我舅舅，还要害死我母亲。曲大友还活着，他之所以成为温童子，也是人为所致，对吗？药神会欠我家的债，应该还了。小心！没事。我只想阻止药神。10年前，应天府举办药神庙会，我怕大友被药神选中，就没让他去。可当天晚上就来了个人，想让令郎加入药神会，成为药神药童，光宗耀祖，造福世人。大友不会去了，你还回吧。娘子，从那之后，大友就失踪了。直到2年前，我才把他找回来。于是我就把他关起来。那密室里的画像是怎么回事？我始终觉得有人借着温童子的传闻害人，所以我就顺着受害者的线索追查元凶，却始终没有任何线索。得知国公夫人也中了那毒，就想来帮帮忙。所以你一直研究解药救曲大友，怪不得密室里面有炼制痕迹。大友这孩子虽然天生药骨，温平要不了他性命，可我最害怕的是有人利用他，到时候瘟疫卷土重来，生灵涂炭呐！不好，曲大友已经逃出去了，我们得赶快找到他。我怀疑曲大友已经在那个人手中了，也是那个人引我们近旁曲大友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行动。我研究解药以防万一，你搜集线索，找到真相。师叔，这些事迹都是卓然王爷留下的。小侄才疏学浅，未明其用，或许师叔能派上用场。元蕨苷、硫胺素酶，还有铅化物，难怪会加剧精神失常。这病毒的进化显然也是人为。检测结果出来了，蒸煮过的艾草灰可以吸附毒素，再加上曲三通过《伤寒论》研制的催吐法，再配合卓然王爷留下的抗菌药，应该可以达到针对性的解毒效果。能帮上师叔就好。也多亏了你啊，大侄子。不对呀、你看，这案发的时间和案发地点都对不上。1更的时候是寻满街，商会2更，3更药神庙。没错，应该就是他。住手！是怎么发现我的？你每次作案都会提前打更报时辰，就是为了方便下药，来制造不在场时间。这案发时间和案发地点都对不上。
使山经过得如此之快。此外，出现在案发现场的相同鞋印，经过比对，都能证明是来时的草鞋。你还利用打更人的身份，第一时间汇报现场，就是为了故意栽赃到曲三头上，来混淆我们的视线。药神为世人做了那么多，而他们却毫无感念之心，还想拆了这药神庙。我只好送他们去死了。药神会赐福，为你去除疫病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我将来必会回报的，万死不辞，赴汤蹈火。记住你说的话。有些孩子是温童子的化身，这降生起便污秽邪恶，但药神会在他们身上施药祛病，便能救起更多像你一样的百姓。这些年我一直守在这里，希望能延续药神的香火，而他们却忘恩负义。我替药神惩罚他们，又有什么过错呢？我看过那记载，10年前那场瘟疫，来的突然，去的也突然。这分明就是药神会精心策划的，他们先害人，然后再救人，就是想让你们死心塌地的效忠，还让你成为帮凶，拿活人试验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胡说！这曲大友分明就是温童子，不然他为何不死呢？啊！我奉药神的命，是为民除害啊！这世上根本没有温童子，但却有药神会这样真正的恶魔。因为曲大友身体里面有瘟疫的抗体，能够帮忙研制解药。如果你杀了他，你才会变成那个千古罪人。不！药神的不会骗我的。你才是那个说谎的人。现在我要带着温童子一块儿去见药神。我们去曲三家。哎呀，祸事啊！你们烧了药神庙，救了那个温童子，现在百姓担心瘟疫再起，都在外面要交代呀！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本郡主府上闹事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之前霸占药神庙，他们这口气还没咽下去，你现在出去就是火上浇油。没错，百姓大多单纯，他们对药神温童子深信不疑，一时半会儿很难讲清楚。要知道，他们信鬼神，却胜于信你们王公贵族的。如果非要选择的话，他们必然会追随前者。
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治好国公夫人，证明瘟疫已经过去，让他们安心。放心吧，我让剑琴去取药了。公子还在等着我回去救人呢。过来！现在外面的百姓是越来越激动，我看为亲之计，只有把柳川先交出去，当成罪魁祸首。爹怎么能这样呢？哎呀，虽说这件事是郡主惹出来的，可她是千金之躯啊。至于你是我女儿，我是刚上任，我要把她舍弃。爹，哎，你这人真是老奸巨猾啊！送死我去，那黑锅也让我来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召集所有府兵，加地镇压乱民，殿下不可妄动。柳川是我的人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啊！少爷，少爷，剑琴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再不来人就死了。拜见嘉王殿下。起身。王兄，一二，王兄，一二莫慌。外面的百姓已经被本王安抚住了。你平日里边任性霸道惯了，今日差点酿了大祸。王兄，莫非他？殿下明鉴，今日之事都是那姓柳的小子惹出来的，与郡主和其他人无关呢。原来他是嘉王，怪不得仪表不凡，风度翩翩。国公夫人的病情也稳定了。莫非？放肆！还不拜见嘉王殿下？你便是柳川，本王早有耳闻。圣上赐你柳叶金刀，可剖天下尸体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救母大恩，本王没齿难忘。哦，我这么有名吗？哎呀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果然有我王帝卓然的风范。今日一见，不如咱们就结拜为兄弟。哎呦，王爷明鉴，这位柳公子啊，的确是一介奇才，而且他是我未来的贤婿啊。我肚子饿了，我们走吧。不知道里面要供什么神啊？那就得看他了。他？这就要看百姓们的选择了。云梦已经把这里买下，无偿赠给百姓了。他不是没钱吗？前些日子怪我没弄清楚家里的情况，来人跟我说，先帝曾赐给我家一座铜山。我还到处拉人投资呢，没想到金主就在我身边呢。土姑娘，这寒舍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你有什么需要跟我吩咐，尽管说。给你，都给你。少爷，那我岂不是天天都睡不着啊？哎呀，现在的委屈是为了将来的辉煌嘛。柳公子，怎么好几日没有来我们宝月楼了？上次的事情还没谈好呢。现在有了销售渠道，又有了资金支持，我成为大宋首富指日可待了。领导，我请大家去吃饭。柳川，哎，柳川，你躲什么呀？你干嘛？哎，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什么时候当我的贴身侍卫？那我不是成了你奴隶了吗？立马救我！啊，柳川！救我！我能救他。那骷髅草到底是什么？我至今也未弄清楚。当年找曲大有的男人，你还有印象吗？
说来也奇怪，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他的样子。我只记得他衣着华贵，气度非凡，好像真的是药神的样子。果然被他发现了骷髅草的线索，这个柳川还真没让我失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他为我办件事情。信女古氏，贞洁自守20载，一念之长，未能经得住诱惑，冲撞了神灵，罪该万死！我知罪，我知罪，我知罪，我知罪啊！我知罪！继续坚持服药，应该很快就能痊愈。多谢柳公子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无以回报。你这2年的发现、研究都帮了很大的忙。等你儿子能开口说话，或许就能知道一切背后的真相。但我觉得，制造这东西的人一定有什么大阴谋。你怀疑涂老爷一案也和药神会有关？他们来自同一病毒源，跟这病毒发生了进化。进化？哦，病毒和人一样，他们也是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但这病毒它自身会发生变化，来适应这种环境。可是它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变得有传染性，显然传染一定是人为所致。那如果对方居心叵测，岂不是非常危险？那简直就是在做生化武器啊！那怎么可以学着这了？少爷，你可算来了，你看看他们。柳郎，人家好心捐善款，他不但不接受，还嫌我钱不干净。你说这世道，同为女子本就很艰辛，还分什么高低贵贱？你可要为人家评评理。柴姑娘，我都已经跟你讲清楚了，这宝月楼不是什么别的地方，给烈女衙捐款属实不妥。想必柳公子必定能明白我的初衷。烈女衙？相传当初伪女子，她结婚后不久便守了寡，但由于她貌美如仙，得到了不少人的垂涎，婆家因此日夜忧心。后来啊，这位女子竟然以断手断脚来证明了她的不服守贞之志。我怎么听着像是被婆家逼的？该女子因此被封为圣女，后来她所居住的地方呢，就被称为烈女衙，还被朝廷用来赡养和犒赏那些丧夫后还恪守贞洁的烈女。怎么又是你啊？本郡主几次遣人召你，你都过而不见，本郡主只好亲自过来了。郡主殿下，我现在完全没有换工作的想法，虽然他对我凶了点儿，但是我还是很喜欢我的工作的。放心，本郡主啊，不让你到府中伺候我了。本郡主决定呢，去应天府当仵作。我觉得呢，还是验尸更有意思。大姐，你饶了我吧！柳郎，人家受了委屈，你还没给人家评理呢。柳公子通情达理，孰是孰非，他自然分得清楚。柳川，
只要你肯答应我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六川，少爷，有凶手！不要再打扰他了！别说了，不要再打扰他了！拿刀干嘛抓他？还有你，不把本郡主放在眼里啊？柳川呢？柳川在那边，我带你去找他。柳川。夏望，你怎么来了？请坐。若真如王爷所言，那这起命案确实离奇。只不过烈女衙并非应天府治辖，为什么不让当地官府调查？他们哪儿比得上二位？一位有勇，一位有谋，简直是天衣无缝，珠联璧合。在下斗胆，敢问殿下为什么会关注此案？死者的丈夫曾是本王年少时的侍卫，后来因公殉职。没想到他的遗孀又死于非命，本王想查明真相，以告慰其在天之灵。跨县执法难度太大。再说，我们手上本来就有很多案子。那真是可惜了。本王还想见识见识柳兄的探案手段呢。不过此案确实棘手，柳兄审时度势，也可以理解。那本王就不叨扰了，告辞。恭送王爷啊！想激我没门！除了这个死者，烈女衙还出现过2次呢，都是突然病毙。所以官家没有上报，但死者的死法，看，2名死者死前都发过高烧，且性情大变，死状狰狞，双眼突出。药神会，他是有意留下的，就料定我会去。那你如何打算？这该死的胜负欲，还真让他燃起来了。走，走。所以这里住了寡妇喽。唉，为了这东西，脱离社会，跑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，真是疯了。所谓名节，对女子来说，往往看得比命还重。不知道是荣誉还是枷锁。没事，等我死了，你随意改嫁，不用为我守寡。再胡说，我一脚把你踹下去！来者何人？竟敢擅闯烈女衙！应天府官差奉命前来调查古尸命案。真是。一个村长，一个治保主任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成何体统？那么激动干嘛？我还以为有什么少儿不宜的画面呢，差点打码。哪里来的登徒子，不知廉耻！他是我们查案的仵作。这烈女衙皆为寡居女子，向来不允许男子踏入，这恐怕不妥。村长姐姐，我是来验尸的，不是来干别的。少废话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当初圣上来了，也只能止步于此。你还想进入？不可能！这里的女子都曾向圣女守誓，要永世守节。一旦遇到男子勾起淫邪之念，不但坏了修行，还会遭到厄运。还请见谅。我知道我长得帅，但是也不至于有这么大魅力吧？更何况，这种东西本来就靠自觉自愿，强行禁止是泯灭人性的。村长姐姐，作死！杀生！
他是内分泌失调啊，脾气比你还大。他武功不在我之下，不能硬碰。不如我自己进去，你先回去等我。好，那你小心点儿。下等你。走吧。看你辛苦了一天，准备了夜宵，怎么样？今天查的？烈女崖的人都说，是因为他们违背誓言，不守妇道，所以才遭了天谴。这个是什么？是我在门口找到的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。看尸僵程度，案发时间应该是昨晚，亥时到子时。根据创口形状和深度目测，锐器自下而上刺入心脏动脉。造成大量失血，休克致死。由于死者为贵姿，血迹向地面喷射，应当形成离散的、点状的及小片状血迹。但由于血液喷射后，凶手再次刺入心脏，反复多次，持续放血。创口和创源外翻明显，甚至由于多次刺入的时间差异。已经出现了滴漏状血迹和浸软状血迹，直到大部分血液流失。明明刺入心脏已经一击毙命，但凶手偏偏多此一举，甚至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又刺了多次。这种行凶手段呈现出强烈的虐杀特征，也或者是为了泄愤，说明凶手很可能是死者仇家。没有抵抗痕迹，没有束缚伤，说明死者和凶手并没有发生搏斗，甚至挣扎，应该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人杀害，比如喝醉酒。基本可以断定，死者和凶手相识。而且死者多年居住在烈女崖，没有外出，而烈女崖管控十分严格，外人很难进入。所以凶手极有可能就是烈女崖的人。此外，现场还有些酒杯，应该是用来祭神的。我已经提取了指纹。酒杯上的指纹，除了死者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人。类似麻醉药之类的东西，必须得进入烈女崖进行指纹排查。但如此精密且大规模的采集比对，只有你才行。所以必须得想个办法进去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
怎么样？看仔细喽，你可别被吓到。哎呀，过来。柳公子找我何事？哎，柳公子呢？这位姑娘是？我家老爷去年仙逝，夫人立誓要贞洁自守，所以涂三小姐便介绍她来此清修。涂三小姐乐善好施，为我烈女衙捐了不少善款，她介绍的自然没问题。不过这信上说柳夫人还与涂家有亲，正是。论起来，我家夫人还是涂三小姐的姑母呢。你们还想骗我？烈女衙里都是寡女，你喉间的突兀已经暴露，还想蒙混？我自小便身患恶疾，喉间突起，被人嫌弃，无人敢娶。若非我夫君，恐无人怜惜。他炸死我本想为他守节，没想到这里也会显我的怪命。夫君，我好命苦，看来这女道也不会接纳我。那我就随你而去，一死了之。我本来决起了烈女衙投奔你们的，结果你们也不给我活路，我好命苦。随我来吧。还好有机智，不然穿帮了。这不会是什么邪教组织吧？柳夫人，切记早晚背诵，并恪守上面的戒戒。既然来了烈女衙，就要做到清心寡欲，否则一旦产生什么歪念，被圣女看在眼里，迁怒下来，就会像古诗一样受到天谴。再过日落钟响后，就要关闭门窗，不许外出，以杜绝邪念，违者重罚不饶。柳夫人还请早些歇息，记得沐浴。7日后会为你举行这受戒仪式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禁止见到男人也就算了，连脑子里想都不准。怎么，他们还能控制人的思想？简直荒唐！唉，本来就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安分夫人，来这里就是为了贞洁牌坊，流芳后世，自然会听话。这目标人群筛选得很精准嘛。终于有机会跟柳兰独处了，而且还能共处一室。啊，难怪这么积极要配合我当丫鬟啊。柳兰，让我帮你沐浴更衣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生活能自理啊，不需要你帮忙。人家早晚都是你的，就不必客气了。怎么，你还怕我吃了你不成？饶了我吧，我早说了，咱俩不合适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
奇怪，难道我看错了？大人明鉴，我是来给婆婆烧纸以表孝心的。你婆婆是遭天谴而死的，不配在此圣地接受香火祭拜。而你，天黑钟响后还敢出门，分明是心中一念未尽。我要替庶女好好惩罚你才行。住手！大人息怒，她身为儿媳尽孝，也是天经地义嘛。破一次例没有什么的。柳氏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念你今日才到，心中一念未尽，我就不治你天黑出门之罪了。7日后受戒再犯，一样重罚。我就纳了闷儿了啊，顶多也就安全意识有待加强，怎么还扯上淫念了？你们这些人脑子想的都什么东西啊？天黑出门，不但不守女德，更是冲撞圣女。你想一块儿受罚吗？这位夫人，是我不守训诫，我该罚，千万不要被我连累。大人，我愿意受罚。哼，算你识相。你婆婆死了，你没了倚仗，最好乖乖听话。啊！柳氏，看来你是想造反啊！大人息怒，既然要罚，那罚便是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犯了错，就要受到惩罚。但是皮肉之苦就算了，不但圣女不忍心看，而且大人还费力气。你说呢，大人？算你们识相，这次就算了。哼，多谢大人。我去，我好像还有点适应当女装大佬呢。多谢夫人。那团练平日根本不近人情，要不是今日夫人出手相助，妾身肯定少不了受罪。什么不近人情啊？啊，那分明就是人设。自打我一进村来啊，他就一直盯着我的行李和我身上的饰品，一看就特别贪财。真是可惜了我的银票足足10两呢。时间不早了，姐姐送妹妹回家。真漂亮。谢谢。看来你还挺孝顺的嘛。孝顺公婆是子女的本分，夫人过奖了。只不过不知道你婆婆对你怎么样。婆婆温良淑德，待我更是视如己出。这些都是你为你婆婆做的？夫人初来乍到，可能有所不知，我婆婆生前在烈女崖专门负责丧葬事宜，我平日就帮她做些纸扎。但凡有人故去，都需经她手。只是没想到这次，那我就先不打扰妹妹了，我先走了。生不如死的日子，总算到头了。谈恋爱怎么来这么早？
前询问的由头才来见你的，不宜久留。现场勘察过了，和古时的死法十分相似，连凶器都可能是同一种。同样有个下药的痕迹啊。我对比过，古时现场酒杯上的指纹不是古语的。你怀疑是他？至少传闻里，他们婆媳相处融洽，亲如母女，只是表象。而且古语明显被虐待过，只是他刻意隐藏。昨天晚上，他刚被团练欺凌过，今早团练就被发现死亡了，而且死法如出一辙，这实在太诡异了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诸位前来见女衙，贞洁自守，都曾在圣女面前立下誓言，要恪守妇德，清心寡欲。团练、古氏，还有山后的那些人，他们之所以死于非命，就是因为心存杂念，因此圣女才降下惩罚。希望各位引以为戒，严守训诫，时刻自省，切莫重蹈覆辙。烈女衙所有人的钱财都要上缴，而团练却藏匿私财，所以女官认定她也是被圣女取命，借着人命案恐吓众人，逼他们顺从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利用恐惧也是控制人心的一种手段。这种鬼地方，他们那些活生生的人，怎么可能待得下去啊？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，我负责暗中排查。只不过这样不知道查到猴年马月，得另外想办法。另外，关于古氏，我还掌握了新的线索。房间还有胭脂水粉，大家不妨都去试试。好啊。古雨，你也一起来吧。走吧。大人，在下还有些事情想要确认，也好尽快回去交差，烈女衙也尽快清静。怎么样？今天玩得开心吗？我一直觉得自己被迫沦落红尘，
已经很凄惨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在人家口中的良家女子，也过得如此卑微，既枯燥乏味，又失去自我。我今天看他们笑的样子，我心里反倒不好受。唉，他们也是被世俗裹挟，身不由己。不过我相信，人性是不会被压抑的。今天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亏你想得出这招。我告诉过他们，要记下他们喜欢合适的款式，这样就能进行对照。还得是你。可惜再机智，也无法让六郎倾心。你干嘛呢？怎么换回来了？穿女装还挺漂亮的。哎呀，别说了。大半夜把我叫这儿来干嘛？这次除了来查案，还有件重要的事情。古尸是负责烈女衙的丧事，每个寡妇死后都有他亲手下葬，他还做了记录。喏，这上面的名字为何有红有黑？根据家王提供的资料，黑色的都是上了年纪自然死亡的，而红色的都是年轻妇女死于暴毙，也就是他们口中所说的天谴。你是想验证他们的死因？嗯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了。我们也是想帮你探究真相，从这开始吧。无需解剖，我只要查看尸体迹象就能确定。空的？什么？你说那些年轻夫人的坟都是空的？嗯，这怎么可能啊？而且所有的指纹都对不上。难不成杀死古尸和团练的是？坟是空的，指纹也找不到，凶器也毫无线索。要不是我不信鬼神之说，恐怕我也要怀疑是那些死去的女子所为。我怎么觉得遗漏点什么？女官，邱捕头，何时才能结案？你一个未婚女子，又与众不同，做了捕头，总出没在烈女衙，实在有些不妥。我怕万一扰了他们清修，圣女再怪罪在下。大人所言极是，那可否容许在下再查看一次？不是都看过了吗？最后一次，我好结案。好吧。
有什么发现吗？团练一身毫无意义，可惜了。是啊，身为女子舞枪弄棒，本就有违女德，而且她作为烈女衙的团练，本就该以身作则，协助我管好众人。可她却贪慕钱财，结果才惹恼了圣女。只是不知道她那些钱财是从何而来。自然是从众人那儿搜刮来，也怪我监管不力，让她有机可乘，哪知是害了她。对了，邱捕头，你是否有婚配了？之前确实有过，那就是有心仪之人了。大人何意？我只是想奉劝你，身为女子，本就该恪守3从4德，早些相夫教子，而不是像你这般抛头露面，不慎乱了心性，沾染邪气，那可就万劫不复了。那个人可从来不会如此要求我，反而他始终都在鼓励我、支持我、帮助我，和我一起探究世间的各种真相。和他在一起，从来不会失去自我，相反，我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亦如此。我想，这才是世上最舒服的男女关系吧。罢了，本官只是想在告老还乡之前，能多让一个人迷途知返，也算功德一件。大人要告老，只可惜功德未能圆满，还是有古事、团练这些心存杂念，只能靠后人了。那在下告退了，还请邱捕头尽快结案。听说了吗？女官告老还乡了啊！那你们说，这下一个女官又会怎样？还能怎样？反正都一样。熬吧，反正一辈子，咬咬牙就熬过去了。